他把飞机模型泡进水里，小心翼翼地把 logo 揭下来，用小刀刮去支票上的日期，然后用圆珠笔重新修改，这样一张航空公司的支票就伪造完成了。等到兑换的环节，弗兰克会专挑一些年轻的女柜员，然后在他们查看真伪的时候转移视线。Excuse me, I'm sure you hear this all the time, but you have the most beautiful eyes I have ever seen. 女柜员每次都会被他逗得心花怒放。就这样，弗兰克骗取了大量现金。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商人，母亲是个全职太太。然而经济萧条让父亲的公司濒临破产。这天，父亲带着弗兰克来到一家服装店，他谎称弗兰克下午要去参加爷爷的葬礼，希望能租一件黑色的西服。可老板娘说自己的衣服从不外借。这时父亲叫住了他 ：“Darcy, is this yours？” 只见父亲从手里拿出一条项链，说是刚刚在停车的时候发现的。Must have slipped right off your neck. 就这样，父亲成功为弗兰克租到一件衣服。他们开车来到一家银行，父亲让弗兰克假装司机为他开车门，还叮嘱他即使被贴了罚单也不要把车开走。面对弗兰克的疑惑，父亲解释说，纽约棒球队之所以总是赢球，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厉害的球员，而是对手总盯着他们的条纹制服。大多数人习惯以貌取人，好的牌面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时银行经理亲自走出来为父亲开门，可当得知父亲是来贷款时，对方却脸色大变。银行不愿冒险把钱借给一家将要倒闭的公司，最终父亲的公司宣布了破产。他们卖掉别墅，搬进了简陋的公寓。弗兰克也从贵族学校转到了普通高中，同学嘲笑他穿的就像一名代课老师。来到教室，弗兰克径直走上讲台，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Quiet down, people. My name is Mr. Abagnale. Not Abagnale, but Abagnale. 弗兰克像模像样的呵斥，瞬间镇住了班上的同学。他让刚刚撞到自己的学生站上讲台朗读。面对真正的代课老师，弗兰克丝毫不慌，三言两语就把对方打发走了。等到校长发现时，弗兰克已经教同学们1周的法语课，还组织开了一次家长会，甚至要安排学生们去面包厂实习。就在弗兰克等待处分的时候，一名女同学拿着假条来找老师请假。弗兰克一眼就看出假条是假的，因为他的假条没有折痕。When your mom hands you a note to Miss School, the first thing you do is you fold it and you put it in your pocket. If it's wrong, there's a crease. 他提醒女同学把假条折一下。这时父母从校长办公室走了出来，母亲失望地让弗兰克跟他回去。父亲看了看他，最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知道儿子以后肯定会有一番作为。很快母亲忍受不了现在的生活，和父亲办理了离婚。当律师询问弗兰克愿意跟谁一起生活时，弗兰克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沿着街道一路跑到火车站，然后买了一张前往市中心的车票，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为了生计，弗兰克决定伪造支票。他剪下一个假名字贴在旧支票上，然后用小刀刮掉上面的日期，用圆珠笔重新修改。可这样拙劣的造假很容易就被银行识破。I'm sorry, but we're not allowed to cash checks from other banks. How would we know if they were any good? What did you say your name was? Ashley? Ashley? You know what I found on the sidewalk out there? 他学着父亲那样从包里拿出一条项链。Must have slipped right off your neck. 然而弗兰克并没有父亲那么幸运，最后他被银行赶了出去。弗兰克拿着支票又去了别的银行，他说给奶奶买礼物被拒绝，说书丢了要买书又被拒绝，装可怜生病买药还是被拒绝。直到这天，他在大街上看到飞行员，光鲜的外表让他们被空姐环绕，到哪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弗兰克明白自己离成功可能就差一个身份，他假扮成校报记者来到航空公司。在经理的介绍下，弗兰克掌握了很多有关飞行员的知识，知道成为飞行员必须要有飞行员执照。经理还把自己快过期的执照送给了他。随后弗兰克便给服装厂打去电话，说自己的制服不小心被酒店弄丢了。他来到工厂重新定做了一套。结账时，老板问他要职位信息和员工编号，说工厂会直接和航空公司结账。于是弗兰克利用经理的员工编号，顺利搞到了一身飞行员制服。他身穿制服潇洒地走在大街上，众人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弗兰克还从一名银行柜员口中得知了关于鉴别支票真伪的一些细节。于是为了制作出更加逼真的支票，他特意去购买了一台老旧的打字机，打印出支票上的兑换信息，然后把飞机模型上的 logo 贴在支票上。这样一张以假乱真的支票就制作完成。飞行员的身份也让银行放松了对他的警惕，他会在柜员检查时扰乱对方的注意力。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夸赞，顺利把假支票兑换成现金。尝到甜头的他开始大量购买飞机模型，批量制造假支票。弗兰克用伪造的飞行员身份开始前往全国各地兑换。面对机长的询问，弗兰克利用采访来的知识对答如流。飞机起飞后，他又开始搭讪空姐。 Marcy, did you drop this? Must have slipped right off your neck. No.
英俊的外表瞬间俘获空姐的芳心。这天，弗兰克找到父亲，他送给父亲一辆崭新的敞篷跑车，希望父亲去带母亲一起兜风。在他看来，父母离婚是因为没钱，可父亲却拒绝了儿子的礼物。一个破产商人突然开上价值100万的跑车，肯定会被调查。他举起酒杯祝贺弗兰克。 You're the best damn pilot in the sky. It's not what you think. I'm just a co-pilot. 这时，父亲起身趴在他的耳边。 The rest of us really are suckers. 原来父亲明白弗兰克是伪造的身份，不过他还是为儿子的成就感到高兴。很快，弗兰克大量兑换假支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卡尔通过调查，最终锁定了弗兰克的住所。可当他冲进房间时，却发现屋里只有造假用的工具。这时，弗兰克从洗手间淡定地走了出来。他说自己是特勤局的，嫌犯已经被自己的同事逮捕了。卡尔不相信，让他拿出证件。弗兰克把钱包递给了他。就在卡尔准备查看时，弗兰克急忙拉开窗帘。此时楼下刚好有2个他认识的房客。Hey Murph, yeah, call the LAPD again. I don't want people walking through my crime scene. 这下卡尔彻底相信了弗兰克的话。弗兰克抱着打字机说：“先把证物搬下去，让卡尔在这里保护现场。”弗兰克走后，卡尔打开了他的钱包，里面没有证件，而是装满了大大小小的卡片。就这样，弗兰克在卡尔的眼皮底下逃走了。圣诞节这天，卡尔接到了弗兰克的电话，他为自己逃跑的事情向卡尔道歉，还说他住在酒店的3113号房间。可卡尔显然并不相信他说的话，他知道弗兰克现在很孤独。You didn't call just to apologize, did you? 得意的笑声让弗兰克迅速挂断了电话，因为害怕被警方逮捕，他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亲人和朋友。弗兰克收拾行李，匆匆离开酒店，而他的房间号正是3113。通过对弗兰克的调查，卡尔很快找到了他的母亲。母亲得知儿子伪造支票，于是准备替他还钱。 You're part-time at the church now. Just tell me how much yours and I'll pay you back. So far, it's about $1.3 million. 母亲怎么也想不到，刚满17岁的儿子竟诈骗了这么多钱。另一边，弗兰克在医院认识了一名护士。布兰达被弗兰克的幽默深深吸引，为了和喜欢的女孩在一起，弗兰克决定伪造一个新的身份。他从报纸上剪下医学院的标志，制造了一张毕业文凭。通过医院面试，顺利成为了一名主治医师。然而，医生的工作并非易事。虽然弗兰克每天通过电视学习医学知识，但遇到需要救治的患者，他还是方寸大乱。弗兰克明白自己无法胜任医生的工作，于是他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决定和布兰达回老家结婚。在得知未来岳父曾是一名律师后，弗兰克为了博得对方好感，谎称自己当医生前也是一名律师。然而岳父几个问题就试探出他在撒谎。饭后，岳父把弗兰克叫进房间，问他为什么要接近自己的女儿。弗兰克立刻换上一副真诚的面孔。 I'm not a doctor. I'm not a lawyer. I'm not an airline pilot. I'm nothing really. I'm just a kid who's in love with your daughter. 岳父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当即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弗兰克在岳父的帮助下，正式成为了一名律师。弗兰克再次找到父亲，他告诉父亲自己要结婚了，希望父亲和母亲能一起来参加婚礼。这些年他一直想让父母复婚，可父亲告诉他母亲再婚了，他们已经回不去了。圣诞节，弗兰克再次给卡尔打去电话，他疲倦了东躲西藏的生活，这次他想安稳下来，请求卡尔不要再追查他。可他已经累计诈骗了400多万，卡尔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在弗兰克和布兰达结婚这天，卡尔和同事找到了这里，这下弗兰克彻底慌了。他向布兰达坦白了一切，两人约定第2天在机场见面，然后一起远走高飞。当卡尔冲进房间，却已不见弗兰克的身影，屋里只剩布兰达在独自哭泣。隔天，布兰达如约来到机场，就在弗兰克决定下车去找他时，却发现周围埋伏的都是警察。卡尔也带人在机场到处搜查。弗兰克明白未婚妻已经背叛了他，失望的他急忙再次躲回车里。为了成功逃出机场，弗兰克来到航空学校，以招聘为由带走了几名女大学生，她们换上空姐的制服，簇拥着弗兰克走进机场。警察们都被眼前的美女吸引，没人注意到身后的弗兰克。弗兰克还找来替身扮演自己。当卡尔反应过来时，弗兰克已经乘坐飞机离开了这里。几个月后，大量的假支票再次出现。卡尔通过走访印钞厂的老员工，得知了这些假支票的制造地。又是一年的圣诞节，卡尔只身一人来到国外的一家工厂，他在这里见到了弗兰克。弗兰克见到卡尔就像见到了老朋友。Merry Christmas! How is it that we're always talking on Christmas call? Every Christmas, I'm talking to you! 卡尔告诉弗兰克他被捕了，让他穿好衣服跟自己回去。可弗兰克不想坐牢，他抱起支票就往外跑。卡尔告诉他门外全是警察，他一旦出去就会被击毙。最终弗兰克相信了卡尔的话，乖乖戴上了手铐。
然而当他们走出工厂时，却发现街上空无一人。 That was really good, Carl. 这时，当地警方赶到，把弗兰克押回了监狱。几个月后，卡尔帮弗兰克办好了引渡手续，他们一起乘坐飞机回国。卡尔询问弗兰克是怎么通过律师考试的，可弗兰克并没有回答。他说等飞机落地想去见见父亲，可卡尔却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得知此事的弗兰克悲痛欲绝，他情绪激动地冲进洗手间，眼看飞机就要落地，可弗兰克还没出来。当卡尔撞开门，却不见弗兰克的身影。弗兰克竟然从飞机的底部再次逃跑。他来到母亲的住所，母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时，一个小女孩来到窗边，看到母亲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弗兰克彻底崩溃。他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有家了。很快，警车赶到了这里，弗兰克双手抱头走向了卡尔。此时的他就像个孤儿，无家可归。弗兰克开始了他漫长的监狱生活。服刑期间，卡尔经常来探望弗兰克，并且每次都会带来假支票让他帮忙查看。这天，卡尔和上级一起来到监狱，他们请弗兰克帮忙鉴定一张支票的真伪。弗兰克一眼就看出这张支票是假的。卡尔也向上级证明了弗兰克的价值，他为弗兰克申请了假释机会，让他来警局协助警方工作，专门负责处理金融诈骗的案件。弗兰克很快厌倦了这样繁琐的工作，在一个周末，他再次换上飞行员的制服，想要逃离这里。这时，卡尔突然出现，他认为弗兰克还是个孩子。 I'm gonna let you fly tonight, friend. I'm even gonna try to stop you, because I know you'll be back on Monday. 卡尔鼓励弗兰克勇敢面对眼前的生活，不要总是试图去逃避。他是时候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周一上班的时候，弗兰克准时来到办公室。他明白，如果自己走了，卡尔肯定会受到牵连，而他也不想再过东躲西藏的日子。卡尔看到迷途知返的弗兰克，很是欣慰，于是再次问他是怎么通过律师考试的。How did you cheat on the bar exam in Louisiana? I didn't cheat. I studied for 2 weeks and I passed. 接着，弗兰克开始分析手上的案情。这部电影是由真实事件改编，弗兰克·阿巴内尔在剧中客串出演。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各大银行和证券公司都在用他设计的防伪支票，他们每年向弗兰克支付数百万的专利费。弗兰克是不幸的，他经历了家庭的变故，误入歧途，同时他也是幸运的，遇到了像卡尔这样的人，让他直面自己的不幸，成为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